唐朝和尚，吃了你我就能化形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吃生肉容易感染寄生虫，而且也怕你没那个好牙口。观音那老女人真是疯了，派个只会讲冷笑话的废物来救老孙，得准备吃席吧。大成金刚法身，一个连法力变动都没有的凡人肉躯，怎么可能练成法身？有点意思。既然施主执迷不悟，贫僧也略懂一点拳脚。这气运，我留下一些，他们应该没意见吧？你不是凡人，你找我想做什么？去西天，干一件大事。一个劫难一过，只是这枚如炬的棋子似乎死留了一缕气运，无妨，器皿若不加固，如何承接这滔天的造化？你骗我！当初观音大师点化于我，根本没说龙魂之事。和尚，白天那一拳挺威风啊！俺老孙当年也算见过大场面，但能打出这一拳的可不多。你这经验的挺费肌肉啊！阿弥陀佛，徒儿说笑了。贫僧的确是凡躯，只是前世有幸在佛祖座下听经，修得了一点微末的法身罢了。我佛慈悲，赐我这法身，也是为了从物理角度劝妖向善。和尚，别在俺老孙面前演戏了。今天白天老孙可看到了那个东西，可一点都不慈悲。徒儿，你看这天上的月亮多亮啊！有些东西说破了，反而惊扰了上面赏月的人。好一个得道高僧！哈哈哈！其他我不管，老孙只保护你去西天。切！观音说这里有条犯错的泥鳅，这地方山清水秀的，哪像是受罚，倒像是来度假的。敖烈，时辰已到，取经人马上就来，放弃你的龙族真魂，让这金莲洗去你的业障，化作白马，待你取得真经，我佛自会将龙魂归还，赐你金身正果。你骗我！当初观音大师点化于我，根本没说龙魂之事。放肆！菩萨点化乃是因，本座度化乃是果。你一介戴罪的畜生，也敢妄揣佛意，讨价还价！说一套做一套，连哄带骗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。且慢，阿弥陀佛，徒儿你看，这无知妖魔竟敢披着我灵山罗汉的皮囊，在此行这等苟且之事，竟敢打我！取经人，你休要胡言！吾乃降龙罗汉，奉命！住口！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怎会纵容手下贪图天庭的真龙神魂？若是真的，这岂不是要挑拨天庭与灵山的大战？徒儿，还不快快降妖伏魔！师傅说的对！俺老孙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这家伙有问题！你竟敢打我！竟敢打我！还真是妖魔！今天老孙拿你好好松松骨！
被污染的神也被归类到清除物中了吗？和尚，谢了。不过他这种妖魔气息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你竟然能一眼看出？那当然，做师傅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醉龙敖烈，多谢师傅。真经取得之时，亦是龙族解脱之日。解决堕落之人，保住龙魂，却又顺应规则，让他化作白马。你怎和以前不一样了呢？和尚，白天那个秃驴，我故意陪他多过了几招，是因为俺老孙这双眼睛看到他不对劲儿，不是妖气，不是魔气，更不是什么走火入魔的佛气。你怎么看得比老孙的火眼金睛还准？徒儿的火眼金睛认得这3界之内的妖邪，可若是不属于这方天地的呢？那罗汉的金身子早被天外的东西污染了。好，那白天怪物消散时天上降下的气运呢？老孙看得很清楚，那气运一大多半被你吞了。你在用这西行路上的气喂你体内的什么东西？世道艰难，贫僧只是为这世间多做一点准备罢了。有人窥视，今天先这样吧。妖孽，吃老孙一棒！和尚，前面那山头不对劲儿，那光柱里透着一股妖气。徒儿，你且去查探一番。徒儿不在，接下来应该是妖怪登场了。圣僧，嘿嘿嘿，吃了你，吃了你！贫僧不善杀法，施主想要吃我，只好正当防卫了。袈裟饿了。猴子，袈裟让我留下你！这妖怪疯了吧？500年过去就敢对我这么说话，我就好心帮你解脱了吧。妖孽，吃老孙一棒！别怕，你们走吧，帮我告诉妖怪们，就说吃了大唐圣僧的肉，可以长生不老。和尚，不对劲，那只长虫的气运直接飞走了。贫僧这也一样，竟然还有人敢虎口夺食，分不清大小王了吗？俺老孙刚才在半空看清楚了，那流光落下的地方就在那边。既然他们连贫僧嘴里的气运都敢抢，那贫僧便去会会他们。滚回天外去！和尚，这里竟然藏着个人间仙境，俺老孙没闻到半点妖气。那么干净吗？走吧，我们去拜会下这方净土的主人。老衲金池在这古寒之地苦修270余载，今日终于盼来了大唐的圣僧。愿主佛法高深，竟能在这死寂废土中辟出如此繁华的净土，贫僧佩服。圣僧，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。圣僧，200年前，这黑风山妖魔遍地，老衲求来一件佛门圣物，化作结界，才护住了这一方生灵，庇护着山下黎民200多年。敢问圣僧，我100年之后可否成佛？成佛与否不在贫僧之口，而在老院主心中。呵呵，俺老熊黑风见过大唐圣僧。圣僧，他叫黑风，虽是妖魔之躯，却有一颗至纯至净的佛心。施主有礼了。俺有2个隐居的妖族兄弟灵虚子和大白蛇，明儿俺能把他们叫来讨教佛法吗？无妨。要不今日先到这里，贫僧稍作休息，我们明日再聊。我饿。圣物饶命，我已经把灵虚子和白蛇的气运献祭给您了。不够，太稀薄了。我要那个白衣和尚的气运。只要能保住禅院，圣僧应该能理解的吧？快，走水了！
圣僧撑住，俺老熊来了！太好了，圣僧你没事。黑风，赶紧疏散人群。没用的家伙！不要杀他们！金池，你这200年四处捕猎流民与小妖为我，你现在又是演给谁看呢？你这吃人的怪物，放开他们！刚才听你说，你吃了数万只无辜之妖。徒儿，别大意，这不是袈裟成精，这是天外东西退下的躯壳。又是天外的吗？既然是天外的东西，那就给老孙滚回天外去！我要你助我修行！竟敢在此放肆！吃老孙一棍！猴子，你确实比我强，但我这可是神的躯壳，你也妄想将其彻底毁坏。切，这龟壳还挺硬。徒儿，放下那个妖孽，让师傅来。既然阁下自诩身躯不朽，那不如把性命交于贫僧如何？我要你助我修行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和尚，老熊的伤有点难办啊，你有办法没？无妨，老熊的贵人已经到了。感谢菩萨。不必多礼，阿弥陀佛，圣僧一路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就是昨晚贫僧后院着火了，希望菩萨多多费心。世道艰难，我尽力为之。黑风，你生性纯良，极具佛性，你可愿随我回南海修行，做个守山大神？多谢菩萨救命之恩，但俺就不去了。老院主是个罪人，但最后他把命赔给俺了。这里的烂摊子不能没人管。可是，菩萨，黑风他想做的事，不正代表了他的佛性吗？我佛慈悲，是我着相了。圣僧，西行就拜托你们了。又不一样了。师傅，俺老孙决定了，咱们这趟西行，干脆就把这天外之物全部砸个稀巴烂吧。正有此意。那是陛下，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？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既然你还未回归，那我就帮帮你吧。滚出去！我没有，我喝多了。尚未回归，难道从界外归来的根本不是陛下？真正的陛下还被困在界外？这仙尿后劲怎么这么大？怎么走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？装的倒挺像，若不是那场西行的大计，今夜倒可以做个开胃点心。斗素公，必须去找老君，他一定是没问题的。
天蓬醉酒乱性，意欲亵渎嫦娥仙子，剥去仙骨，打入轮回，永世不得重返天庭。去下界做枚棋子吧，我赐你一个完美的记忆，记住，是你色迷心窍。放屁！我没有亵渎仙子，滚出我的神魂，滚出去！我没有，我喝多了。那琼浆仙子，我是个畜生啊！妖怪吃人啦！阿弥陀佛，老张莫怕，这是贫僧的徒弟，他虽相貌生得古怪了些，但绝不伤人。贫僧乃东土大唐而来的取经人，恳请借宿一宿，明早便走。长老远道而来，快请奉茶。庄里最近不太平，如果怠慢了长老，还望海涵。施主言重了，贫僧观施主面容憔悴，而且后山有一丝妖气，莫非和这个有关？长老好眼力，的确和这个有关。3年前，庄里来了个流浪的汉子，他干活极其卖力。老朽见他勤恳老实，便想招他做个上门女婿。可大婚那天，他多喝了2杯酒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猪妖。大家吓得魂飞魄散，我女儿更是吓晕了过去。我们以为他要大开杀戒了。俺是个调戏仙子的畜生，俺配不上你。后面他就把自己锁在后山，到了晚上就有很大的动静。他为何不离开高老庄？他说菩萨点化过他，必须等一个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。长老，您刚才说您就是东土大唐来的取经人。猴子，别以为闹过天宫我就怕了你！滚！离俺远点儿！堂堂一个道行几百年的大妖，把自己当家畜一样锁在凡人的地界里受刑，还真少见。闭嘴！俺是在赎罪。猴子，别以为闹过天宫我就怕了你！这法术还看得过去。哎，可以了，都停下吧。打够了吗？你说你是个罪人，那贫僧问你，刚才的法术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波及高家庄？如果你是好色的怪物，为何高小姐还完好无损？别说了，俺有罪。观音让你等我，就是让我还你记忆。醒来！数百年啊，数百年！感谢师父，不然我不知还要沉沦多久。不用担心，天庭尚未有大动乱。几百年过去，该发生的早就发生了。我先跟您去取经，不能破坏菩萨和您的大计。那这一路拜托了，有些事情合适时候再说。老朱，你也不和小媳妇说一声？大师兄，我这个样子和接下来的安排就不耽误人家了。有缘自会再见。大家停下，前面有个奇怪的家伙。阿弥陀佛，朱施主，当年一别，已是多年。当年心魔缠身，实在无心跟您清修，禅师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看来你已破除心魔，
可喜可贺，能唤起记忆。圣僧的手段，老衲叹服。禅师谬赞，借菩萨的光罢了。圣僧，这位是老禅，怎么看不见他的因果？这是我的大徒弟。西行路途凶险，老衲有一卷多心经相赠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你这老和尚想干什么？相逢即是有缘，我也送你一份礼物吧。拿这个来考验俺，变！实力不强，但又是没见过的气息。这里记录了另一个世界的修炼法，就当个见面礼吧。这个东西有点像和尚身上的。和尚，你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我闻到了古老的气味，我还以为像我们这种旧时代的孤魂，只剩下我一个了。你究竟是谁？贫僧不懂你所说的。难怪那么多人关注你，还能安然无恙。太谨慎了。我只是一个活得太久，连名字都忘了的人。你可以叫我乌巢。乌巢大师请我来，这有何贵干？我还有一份这个，就送给你吧。这方世界竟然还有此物！这个东西在劫难结束之时，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哦，你特意把这个留给了我。我已是腐朽之人，意义不大了，我们出去吧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圣僧，这卷多心经你可记住了？一字不差。多谢禅师指路。圣僧保重，西行之路切莫大意。奇怪，俺也走过不少穷山恶水，这风沙有点邪气。整座山脉的灵气被人抽干了。阿弥陀佛。哪里来的野和尚？你们若是识相，乖乖给爷爷我吃了，我能让你们痛快点儿。这里的妖怪威风得很啊，师傅他就交给我吧。让我来掂量下你。开！这是什么？走吧，徒儿们，我们去会会西干地脉的大人物。你们终于来了，这800里地脉的灵气终究还是太少了。不过，若是能将你这10世气运一并吞下，那就够了。徒儿当心，他身上的气运浓郁的离谱，可以借用天地之力，不能用寻常妖怪来看待他。嘿，俺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。齐天大圣名不虚传，试试那位给你准备的东西吧。差一点遭了你的道，为什么没有用？其他先不谈，你竟敢打我徒弟！你竟敢打我徒弟！和尚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竟然也是气运，不对，还有其他东西。
不对，我才是大气运之人，怎么可能？开！阿弥陀佛，三藏，手下留情。此妖并非野兽，本是灵山脚下得到的一只雕鼠，因偷吃了琉璃盏内的清油，怕金刚拿它，这才逃到下界。见过菩萨。菩萨既然知道他是灵山逃犯，为何这几百年来任由他在此地抽干800里地脉，纵容手下茹毛饮血，生灵涂炭？菩萨的法眼，难道之前都闭着吗？三藏，天道运转皆有定数，他在这黄风岭的劫数未满，我们若是提前插手，便是你天理轮回。如今你师徒2人到此，他的定数已尽，贫僧这才奉佛旨前来镇压。既然劫数已破，你将他交与贫僧，带回灵山，听候发落吧。原来是定数使然，弟子自当遵从。只是，既然要回灵山那等清净之地，这些气运还是留在这里吧。三藏，你……感谢菩萨反哺苍生，真乃大慈大悲。阿弥陀佛，三藏，你好自为之。被他逃了，师傅小心！第10个，终于来了。这河咱们直接飞过去便是，何必在这浪费时间？大师兄，你看看这河面上空有没有古怪？800里流沙，3000弱水深，空中和湖面都有古怪，正常办法是过不去的。哼，俺这副金刚不坏之躯，偏要飞过去试试这破规矩。徒儿不可，这困不住我们。但这800里流沙是我们必经的一难，而且若是绕过去，岂不是错过那位故人？第10个，你终于来了！大胆妖怪，当俺老畜是摆设吗？你这妖怪力气不小啊！去！吃我一招！不好，被他逃了！师傅小心！这第10式你终于成了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哦，你认识我的前世？既然你已圆满，这个东西物归原主。终于完整了。这500年的事，我记下了。答应你的我还记得。这800里弱水留在这里，终究是个祸害。给我起！给我破！奇了怪了，大师兄，你看这地方，居然有个大户人家，今晚可算能吃顿饱饭，睡个安稳觉了。奇怪，这地方一点妖气都没有，但是荒郊野岭的，肯定有问题。走吧，别人不怕你们就算好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几位长老是从哪里来？为何深夜叩门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乃是东土大唐前往西天求经的和尚，天色已晚，特来借宿一宿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？原来是大唐来的圣僧，快请进。老身这庄院平日里难得见客，圣僧能来，真是蓬荜生辉。圣僧，
老身家财万贯，良田千顷，只可惜夫君早逝，只留下老身和3个女儿。老身看圣僧一表人才，我家里正缺个男丁，不如圣僧就留在这儿，做个上门女婿。我这3个女儿刚好配你们几位，这岂不比去西天风餐露宿好吗？见过圣僧。阿弥陀佛，3位女施主，有礼了。圣僧哥哥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莫非是怕看了之后就舍不得走了？女施主请自重，贫僧心中只想见见佛祖。哎呦，好一个铁石心肠的圣僧！3妹，休要无礼，莫惊了圣僧。2妹，去给圣僧奉杯热茶。是，大姐。圣僧，请用茶。阿弥陀佛，3位女施主，老夫人的一番美意，贫僧心领了。既然圣僧实在不愿，老身也不强求了。长老去客房歇息吧。请进。见过菩萨。骊山浩母的阵法可以遮蔽压他虚空的气息，借西行把人带下来。菩萨，好一招险棋。如果不借助这一难，文殊根本走不出大雷音寺。三藏，外界的东西快压制不住了。他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文殊代表大智，他试图用推演因果去逆推这场界外的真正源头。他必当接触到某一位了。我们先过去吧，他的状态很不好。观音，如果解决不了，就趁我还可以对抗，毁掉我的肉身。大胆妖孽！不知是哪一位光临本界？奇怪，你竟然也有地魂？这方世界的地不是都出去了吗？不值一提，阁下也是和他们一起的，是不是又有何区别呢？这竟有人敢窥斥吾，如不是吾想看看这方世界，他早就神魂俱灭了。现在看完了，阁下是否要回去了呢？不急，让吾先看看你是谁。来得好，给我破！给老子还回来！该停下了，再这样他的神识可是要废的。我知道你是谁来了，太古之人竟然重现，这趟浑水我不掺和了。对这方世界有兴趣的另有其人，下次和我用本体切磋一下吧。感谢救命之恩。阿弥陀佛。已经彻底解决了吗？他已经回去了。看来这3界的水比我们想象的都深。猴哥，你又咋了？说了别抓我尾巴！大师兄饶命，耳朵快没了！哼，这里灵气太充沛了，和仙界都差不多。大师兄说的对，这灵气比一些洞天福地还要多。乖乖，都是灵土，这是谁的洞府？阿弥陀佛。走吧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呀，你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吗？明月，你快回来，过会儿被打，我可帮不了你。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？俺看起来那么凶残吗？去，嚷嚷什么？别把小娃娃吓哭了。俺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地界？这么大的道观，怎么就留你俩娃娃看门？大人呢？回这位长鼻子的长老，这里是万寿山武装观，家师镇元大仙他去访友了，观里的师兄们也都跟着去了，就留了我们俩看家。家师算准了今天会有贵客到，特意让我们开着门在这里等。哦，万寿山武装观镇元大仙，
师傅，咱们今晚有落脚的地方了。齐天大圣喊你师傅，那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三藏长老吗？正是贫僧。家师临走前嘱咐过，要是大唐的高僧来了，有一件观里最宝贝的东西，让我们一定要亲手送给您。宝贝？这大仙倒是豪气，啥宝贝啊？赶紧拿出来给俺老猪开开眼。宝贝可以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得先答应我们一件事儿。哟呵，还跟俺们谈起买卖来了。说吧，要俺老孙去给你抓只神鸟，还是去海里拔根龙角当玩具？我们不要神鸟，也不要龙角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这座山。三藏长老，你们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一天？就今天一天，太阳一落山，我们保证立刻把宝贝给你们。长老，要是你们赶着去西天，那就算了，我们这就去把宝贝拿。没问题，这是小事，我让大圣和八戒和你们去。悟空、八戒，你们两个陪他们去逛逛吧。和尚，老孙是保你去西天，又不是带娃娃的，麻烦死了！不去不去。徒儿，这不就是西行吗？算你们两个小丫头走运，走走走。可别怪老孙没提醒你们，外头妖怪多，要是吓哭了，老孙可不管哄。没想到还有老朋友在这里。看什么看？俺是嫌凡人聒噪，麻烦死了，赶紧走。那个红红的一串是什么呀？切，凡人的玩意儿。我才不要呢！朱长老辛苦了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明月。外面真好。师傅以前总骗我们，说一旦踏出武装观，就会有大妖来吃我们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带你们出来的。有俺在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动不了你们半根汗毛。好强的魔气，真是好闻的味道啊！你是谁？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我今日和那两个小家伙有点家事要处理，你们可否先行离开？你骗人，我们都不认识你。哼，当年深渊浊气侵蚀地脉，我作为第一颗果实，替母树吸尽了所有的浊气，不仅无功，还被镇压数万年。原来是你！当年你为了浊气修炼，故意破坏弟弟的封印，最后被师父封印。我们作为天地灵根所化，天地供养我们理所当然，都怪镇元子多管闲事。今天就用你们的本源来补偿我吧！叽里咕噜什么呢？在我面前还敢放狠话！你倒是挺抗揍的，这是你逼我的！碾碎你！
你这棵歪脖子树，也敢在俺老孙面前放肆！没骗你们吧？在我身边安全的很。你回来了，帝尊。数万载过去，你还在这里镇压地脉，这不就是我的宿命吗？帝尊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最后还能看到故人，我很开心。我撑不到明天了。那两个丫头呢？帝尊，这是我的宿命，也是他们的归途。带上他们的本源，去走完你西天的路。这三界需要你。和尚，老孙把人安全带回来了。帝尊，我的时间到了。怎么了？大圣，我好困啊。你是谁啊？我好像忘记很多事情了。清风明月，别散，给俺定！师傅，你救救他们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徒儿莫慌，我来处理。帝尊，不可！若地械损耗，您实力必将大损。若是您跌落巅峰，拯救三界的大计绝对会受到影响。西行大计，老友，如果这大千世界非要靠牺牲你这功臣和小孩才能苟延残喘，那这世界直接毁灭算了。你这脾气真是跟太古时期一模一样，半点都没变。你一直在，我在看你还是不是当年的他。老夫本已准备好耗尽底蕴，强行给他续命，治标不治本，若干年后情况还是会恶化。但如果有你的一丝地魂真血做引子，老夫就能替他重塑根骨，以后也可以化形而出。动手吧！呵。师傅，无碍，我只是用了一丝真血，西行之路上的气运可以补全，但这段时日我需凝聚地血，怕是没法再出手超度了。这段时日你怕是难以对敌了，前方多了很多我也不认识的东西。且行且走便是，贫僧门下这几人足矣。各位的能力贫道自然信得过，但这终究关乎到三界，贫道做点力所能及的吧。西海的龙种一路隐忍，终究是屈才了。这是我本想淬炼血脉，没想到竟然是祖龙后裔。如有机缘，他未尝没有大道之机。大圣已至真境，但你二人虽曾位列仙堂，却受制于天庭的因果桎梏。贫道今日便借着地书之缘，赠你们一丝成帝前的大道感悟，能领悟几分，看你们各自的造化。道悟既入神魂，当以功法印证。仅贫道这袖中天地一事。
造物已生，如此，贫道便安心了。道兄，后会有期。前路凶险，诸君保重。向西。老朱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这几天你摸俺8回尾巴，找消是吧？大师兄，我只是观你尾部毛发有些干枯分叉，想给你梳理一二。滚！再碰一下，今天俺们就吃杀猪菜。悟空，前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和尚，这荒山野岭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前面居然冒出个客栈。几位长老，这里荒凉得很，我家客栈就在前面，可以去歇个脚。竟然真的是凡人，真是见鬼了！既然是女施主的一番好意，前面带路吧。阿土把贵客带来了，几位长老，外面风大，快，里面请！当家的有几位长老来咱们这儿歇脚了。几位长老一路辛苦，快擦把脸去寒气。咱们这荒山野岭的，今日能结这善缘，真是祖上积德呀！长老，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。女施主，这茶泡得极好，只是这茶水里的蒙汗药似乎有点多。看来几位施主想干的不是什么好事，开黑店做人肉包子，图财害命。你们一家3口在这白虎岭到底演了多少回这种结善缘的戏码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这秃鱼看破了，那就剁碎了包饺子。这世上有的人比妖还可怕。徒儿，除恶务尽。好嘞。不对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本座在此沉睡万古，与世无争，尔等为何无故坏我修行，扰我大道？坏了阁下修行，这桩因果的确是贫僧的过错。只是此地被人布下了高明的蒙蔽大阵，贫僧只见一件罪恶之人，却未曾感应到半点阁下的气息。地魂精血，原来如此。他们引你们到本座这儿，你身上还有本座需要的地魂精血，好一招祸水东引，两败俱伤。哼，本座知道这是算计，但你体内的那滴地血是本座重回巅峰的契机，本座无法拒绝。一滴地血，你开个价，就是与天庭灵山为敌，我都可以做到。想要和尚的血，你问问老孙手里的棒子答不答应？以其两败俱伤，随了某些人的运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可以，本座只用3具化身与你这3个徒弟1对1战上3场。若是你们赢的场次更多，毁我修行之事一笔勾销，本座还可以替你们出手一次。但若是本座赢得更多，和尚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献出一滴地血，如何？阿弥陀佛，就如阁下所言，这应该是一位古老大帝的骨骸孕育出了灵智，地血事小，徒儿们一定小心。那这第1阵便由我这斩叶化身来领教高招。这一场就由我来吧。
去。阁下，这局便算平手如何？再下去，只能两败俱伤了。也罢，你徒弟竟然能硬扛住本地这具化身的业火，那我们开始下一场吧。阁下那具斩业化身，那业火之力，和传闻中远古界外某一位的化身似乎有点相似。和尚，能在这个时代还记得他的人可不多了。夺道失败，沦落至此。过去那么多年，不知还有多少故人活着。夺道，先继续吧。玉相，出来吧。这局也算作平局吧。阁下的化身似乎并没有尽力。你这徒弟不也一样没有尽力吗？他体内有一丝和你关联的气息，似乎并未动摇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下一场吧。圣心，终于轮到你了。
你们赢了，不愧是天道最后所属之人，不枉我等你们那么久。他怎么连自己人都下手？疯了吗？俺明白了，原来那3个不仅仅是他的化身，还他的恶师、善师和自我师。和尚，他这是在斩3师？他根本不是要滴血，他是在借我们的手把他的3师打成重伤。好算计，斩3师成圣，这世间已经多久没出现过了？这便是圣人和地的力量吗？和尚，本座成了你这因果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本座在界外等你。界外，圣人，地，早晚有一天，俺老孙也要去看看。和尚，俺上次和那白骨斗过后，心有所悟。那我们还算有点收获。现在的力量离真正巅峰还差那么一点，俺老孙想回一趟花果山，水帘洞底。是，那还残存着孕育我的补天石混沌本源，俺要把那道本源彻底炼化。去吧，有你2个师弟，暂时也够了。师傅等你熔炼本源归来。好，老朱、老沙，给俺护好和尚，拜托。这林子有点安静啊，大师兄不在，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吧。师傅，这地方的寺庙还有佛光，大概率有古怪，去看看吧。师傅小心，这是陷阱！今日运气不错，大唐圣僧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速战速决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大王，且慢。大王曾说要为我积攒福道，今日这僧人误入，不如定当是为我放生，祈求上天消解我夜夜的噩梦，可好？夫人既然开口，本王怎会不应？这和尚皮肉虽好，但若能换夫人心安，放了便放了。和尚，算你命大，夫人你替本王送着和尚出洞吧。圣僧，求求你，把这封信带去宝象国，交给我父王，求求。去宝象国求援？公主，你太高看这凡间了。凡人军队，莫说是对付一尊天庭星神，便是普通的妖怪，都未必对付得了。贫僧既然接了你的因果，那就在这里解决吧。修儿，你果然还是想离开我！你竟然偷偷写下求救信，本座明白了。修儿，定是这妖僧蛊惑了你。等本座把他除去，你就会想起最爱你的是本座。奎木狼，你这妖怪当得久了，都学会自欺欺人了。你想过没有，若真是前世两情相悦，他又怎会如此痛苦？你所谓的痴情，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他前世私瞒下界，宁愿放弃长生，都是为了躲你。可你追了下来，剥夺了他的自由，把他囚禁在这13年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？闭嘴！你这秃驴，给我闭嘴！师傅，他交给我吧。你这猪妖，也敢挡我？徒儿小心，他是28星宿所化，而且身上还有别的气息。师傅放心，我必当注意。
当初的天蓬，现在就这点实力？那就试下他给的这个吧。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幸亏你来得及时，我没事。先处理这个狼崽子吧。二师兄，一起来吧！天蓬和卷楼联手，我现在的确不如。夫人，既然你想回宝象国，那我先去那里等你，看他们认我这个神，还是认他们这些妖怪。是我害了他们，是我害了宝象国和父亲。公主，不必惊慌。师傅，这家伙跑去凡间国度，万一他一发疯大开杀杀怎么办？他现在不会杀人，他逃回宝象国，一个是为了挽回公主，其二，他已经被天上那位影响了。他会趁我不能出手，悟空又不在的时机，在这一难中夺走我的气运。师傅，那咱们现在过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既然他搭好了戏台，贫僧怎能让他唱独角戏？他是算准了我们不可能抛弃宝象国的人。感谢圣僧大恩大德。此事因我而起，也该因我而落。公主，我们走吧。为了迎接你，本座可是准备了很久。护驾，快护驾！
愿奉星君为唯一真神，求神赐下伟力，诛杀妖僧，救我女儿。求神赐下伟力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大家这是在做什么？外神的把戏罢了，他们被蛊惑成信徒了。师傅，您看天上。唐三藏，你终于来了。为了迎接你，本座可是准备了很久。结局，两位就安心的去吧，到他的神国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在这里，本座就是真正的神。叽里咕噜讲什么呢？老沙，一起弄他。好的，师兄。他已经被外神控制了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就到我身后。师傅，你出手就恢复不了了，让我们来吧。感受绝望吧。师弟，让他看看我们的羁绊吧。两位就安心的去吧。伤我徒儿，看来得我送你一程了。师父。和尚，让我来。齐天大圣！嘿嘿嘿。和尚，您刚才险些就伤到本源了，还好俺老孙来得及时。无妨，你也及时回来了。倒是你拿回这混沌本源了吗？哼，我出马了，还有解决不了的吗？师傅，大师兄，这奎木狼现在怎么处理？他害得和尚险些重伤，不如俺现在就送他个痛快。且慢。修儿，我本想护你一世周全，对不起。徒儿，放下棍子。刚才你那一杖，不仅敲碎了外神，也敲断了他的道基。现在的他，只是一个凡人。
这最后一面，就让公主来绝代吧。